陈抟老祖，睡仙说是能一睡好几个月，传说里是这样。还能预知未来，这个就更神了。为什么过了上千年，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对，这不仅仅是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那么简单。是的，更像是探寻它代表的一种生活哲学，或者说精神境界吧。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十国，哇，那真是历史上一个特别混乱动荡的时期。没错，朝代更迭太快了。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陈抟他就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隐士路。而且关键是，他还活得挺有境界的，这个就特别值得咱们好好聊聊了。对，绝对不只是爱睡觉这么简单。那咱们先说说道家为什么会尊称他老祖，这两字分量不轻吧？非常重。老祖在道家体系里呢，绝对是极高的一个尊称。陈抟能得到这个称号，关键在哪儿呢？我觉得不光是因为他名气大，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就是说他真正实践了道家那个清净无为的核心思想。你想想，那个时代五代十国，军阀混战，今天你称帝，明天他登基的，民不聊生啊。对，普通人的命就跟草芥一样，简直就是地狱模式。能在那种环境里守住内心的清静，还能在华山安安心心的做学问，这本身就非常不简单了，太难得了。对，而且他不光自己守静，他还把道家的学问，尤其是易经这块的智慧，跟那个养生实践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了。对，并且还有传承。他留下的一些著作，像麻衣道者正义心法注啊、太极图啊这些。听说过。对，后来的道家思想，甚至你刚才提到的宋明理学，都有挺大的影响。影响不小。他这一辈子就是不争不强，顺应自然，可以说活成了道家理想人格的一个活生生的范本，活标本。对，活标本。所以道家后学尊称他老祖，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他这种知行合一的境界。那说到易经，就不能不提他那个未卜先知的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有超能力啊？这个嘛，我觉得更可能是源于他对易经里面那个象数学问的精通。象数，这个怎么理解？简单说呢，象数就是通过观察天地万物运行的形象，还有它的规律，比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啊，山川草木的枯荣啊，这些象结合里面蕴含的那些数字规律，比如世纪更迭、五行生克这些数。观察加数理逻辑。对，用这些来推演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它其实是一种基于长期观察、经验积累和逻辑推理的智慧，不是迷信，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迷信不是一回事儿。有记载说，当时有人问他，这天下最后会归谁呀？他就画了个太极图，暗示乱极了就改制了。后来应验在宋朝统一。对，还有说华山大旱的时候，他看了看天象，就说3天之后肯定下雨，结果也下雨了。这听起来还是挺神的。这些例子，我觉得恰恰能说明，他的预知啊，是建立在非常深厚的易学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上的。就比如说预测下雨这个事儿，很可能就是他通过观察云层啊、风向啊、空气湿度啊这些自然的迹象得出的一个结论。只不过古人记的时候可能会带点神秘色彩。对，古人喜欢这么记，但核心是他懂规律，他看得比一般人深。好，那我们再来说说他最响亮的那个标签——睡仙。他真能睡几个月？这背后又是什么门道呢？但他确实是以能睡出名的，有时候一睡就是几十天，这个记载是有的。这其实是他一套很独特的，可以叫养生哲学，也可以叫处世哲训。怎么说？道家不是讲守静吗？对，他的睡，你可以理解成一种极致的守静功夫。通过那种深度的睡眠放松身心，把大脑放空，隔绝外界的干扰，达到内心的高度宁静。对，有点像咱们现在人说的深度冥想，但他可能做得更彻底。我在想啊，在那个乱世，睡会不会也是一种挺巧妙的避世方式？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比如说有权贵想请他出山辅佐，他往床上一躺，呼呼大睡，别人一看，
也不好硬把他叫醒是吧？对呀，总不能把睡着的人拖走吧？完全有这种可能。这既符合他追求清静无为的那个理念，确实在客观上也能帮他挡掉不少不想应付的麻烦。想请他的人一看他沉睡不醒，可能多半也就知难而退了。这是一种生存智慧啊，是一种很高明的生存智慧。那历史上隐士也不少，为什么陈抟就能这么出名，甚至成了一个著名的隐士符号了呢？这个我觉得跟时代背景关系很大。时势造英雄，有点这个意思。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太乱了，可以说是礼崩乐坏，道德失范。大多数人呢，要么就是削尖脑袋追名逐利，不择手段；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彻底避世。陈抟好像不太一样。对，陈抟就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范本。他也是隐居，但他不是那种穷困潦倒型的。他在华山有道观，对，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他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研究易经，生活的还相当自由，想睡就睡，而且还备受尊重，极其受尊重。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都对他很尊重。确实，他活成了一种，在当时看来近乎理想的状态。是的。在那个乱世里，他既保持了内心的独立和宁静，又没有完全跟社会脱节，甚至对时局还有很深刻的洞察力。所以他等于向世人证明了，成功啊，不只有当官发财这一条路。守护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坚持自己的活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在那个比较污浊的时代，他就像一股清流，一个精神上的标杆，自然就会被人记住，被人传颂，是这么个道理。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再来看他跟当时最有权势的两位皇帝，就是后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的互动。这两段故事特别能体现他的特点。先说柴荣吧，这位皇帝可是雄才大略，一心想统一天下。他亲自去请陈抟出山，结果呢？结果被陈抟给拒了。为什么呢？柴荣应该不是随便请人的吧？当然不是。柴荣是五代时期难得的一位明君，求贤若渴。他看中陈抟，肯定不是想让他来算命。那是看中什么？我觉得是看中他的智慧、声望，还有那种能洞察大局的能力。柴荣需要能辅佐他完成统一大业的这种智囊型人才。懂天文地理，能预判形势，还能安抚人心。对，所以大概在公元955年那会儿，柴荣就派人把陈抟请到了当时的京城开封，亲自接见。对，亲自接见，还给很高的待遇，许诺过关后路。但陈抟就是不干。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话说得很委婉，但态度很坚决，就说自己是个山野闲人，懒散惯了，不懂怎么当官，也不会治国安邦的大计策。说留在朝廷里只会碍手碍脚，不如回华山看看书，睡睡觉来的自在。哈，够直接的。柴荣还不死心，说那你不当官，就当个顾问行不行？给我出出主意。陈抟怎么说？陈抟还是坚持，说自己的那些想法都是闲主意，对陛下您统一天下没什么用。朝廷里已经有很多良将贤臣了，不缺我一个。哇，这要是换个脾气暴点的皇帝，估计就龙颜大怒了。可柴荣没有，这就体现出柴荣的气度了。对，体现了他的格局。他看出来陈抟不是故意拿架子，是真有自己的志趣和生活方式。强扭的瓜不甜。他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仅没生气，还放陈抟回华山去了，并且下令让地方官要好好照顾他，千万别去打扰人家清修。在那个杀伐不断的时代，真的非常难得。是非常难得。这段互动其实也能看出来陈抟的一种处世智慧，就是跟权力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没错，他既表达了对君主的尊重，没有势力，又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生活原则。后来他还说了句挺有名的话，叫“仇闻见己，扶危主”。对，这个话很有深意，意思是听到战争见己的消息，就为那位处境危险的君主危主之柴荣感到担忧。这不是诅咒吧？肯定不是诅咒，更像是他基于观察的一种判断。陈抟见到柴荣的时候，可能已经看出来，柴荣因为常年征战，事必躬亲，可能还特别节俭，身体已经积劳成疾了。透支了。对，
加上当时统一大业还没完成，内忧外患，压力巨大，像契丹、南唐这些，陈抟可能预见到这样下去，这位励精图治的威主身体恐怕撑不了太久。结果柴荣确实英年早逝，才39岁。是啊，所以陈抟这句话里有惋惜，也有对时局的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柴荣去世之后，就轮到赵匡胤登场了。陈抟和他之间那个大笑跌驴的故事流传的特别广。对，这个故事几乎是讲陈抟必提的，核心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陈抟早就看出来赵匡胤能结束乱世。具体怎么说的？流传的版本不太一样，有一个版本是说赵匡胤当时还是后周的一个将领，有一次路过华山，陈抟一看见他，突然就哈哈大笑，笑得太厉害，直接从骑着的吕背上摔下来了。这么夸张？然后就说，哎呀，天下这回终要定下来了。他怎么就能看出来赵匡胤是那个能定天下的人呢？是所谓的真命天子？这个嘛，恐怕还是基于他深厚的观察力，可能也结合了一些易学的推演。你想，跟五代时期其他那些军阀比起来，赵匡胤相对来说没那么残暴，对部下、对老百姓都还比较宽厚。对，而且他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军队。陈抟可能就是从他的行事风格、气度，甚至说的悬一点，从面相或者气场中看出了他具备结束乱世、开创和平局面的那种潜质。所以那个大笑不是没来由的，是看到和平曙光的那种喜悦。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未来和平的期盼和肯定。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这个消息传到华山，陈抟更是直接就说从此天下太平了。这话会不会有点拍马屁的嫌疑？乍一听有点像，但我觉得这同样是他基于对赵匡胤这个人和他行事风格的判断。怎么说？你看，赵匡胤称帝之后做了什么？第一件事儿，用杯酒释兵权这种和平的方式，解除了那些功臣宿将的兵权，避免了五代常见的那种君臣相残、杀戮功臣的悲剧。对，这就很高明。第二，他推行文治，开始重用文人，建立秩序。第三，他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相对来说也比较温和，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这些都是致力于安定天下的举措。对，陈抟看到了这些，或者说预见到了这些，他判断出这位新的君主是真正想让天下安定下来的，而不是又一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暴君。所以他的话是基于洞察的一种预言，而不是简单的谄媚。我倾向于这么看。后来的历史也基本证明了，宋朝确实迎来了相对比较长期的内部稳定。那赵匡胤后来也请陈抟出山了吧？请了，结果跟柴荣一样，还是被拒了。对，陈抟还是那套说辞，说自己习惯山野生活，就在华山为陛下祈福祷告就行了。赵匡胤什么反应？赵匡胤也表现出了和柴荣相似的度量和尊重，同样下令地方官要好好照顾，并且特别嘱咐不要去打扰他。这其实也体现了赵匡胤的政治智慧啊。这么说，他可能也明白，像陈抟这样的高道隐士，让他安安稳稳地留在山里，作为一个祥瑞意义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可能比把他请到朝廷里当个官儿要大得多。有道理。一个活着的祥瑞，对新生的王朝来说意义不一般。所以你看，陈抟跟这两位五代宋初最顶尖的皇帝的互动就特别有意思。他展示了怎么能够很巧妙地跟最高权力保持距离，既赢得了尊重，又保全了自己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超的生存艺术，尤其在那个年代。正是如此，他接受皇帝的善意和供养，但是绝不介入具体的政治事务，守住了作为隐士的本分和风骨。那陈抟除了懂易经、会睡觉，他还会写诗。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叫《隐士诗》，对，这首诗很有名。基本上就是他新生的一个写照吧。10年没计踏红尘，为忆青山入梦平。子墨纵容征吉税，朱门虽贵不如平。愁闻见己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写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你觉得这诗里哪几句最能体现他的核心思想？我觉得中间的4句尤其经典，就是子墨纵容征吉税，
中门虽贵不如平，愁闻见己弗为主，闷听笙歌聒醉人。这4句。子墨纵容征集税，子墨一般就指代京城官场。纵然你在官场上荣华富贵、显赫一时，那又怎么样呢？怎么比得上我在华山安安稳稳睡一觉来的自在呢？哈哈哈，直接表达了对官场争斗身心俱疲的那种厌弃。对，朱门虽贵不如贫，朱门就是指富贵人家。这句话不是说颂扬贫困本身，而是说富贵带来的烦恼太多了，怕偷怕抢、应酬交际，乱世里风险还大。对，他说这些还不如我这种清贫但是内心很踏实的生活。据说他还曾经把别人求他算卦给的很多钱财给退回去了，就说我这清贫日子过得挺好，不需要。有风骨。然后愁闻见己弗为主，这就我们前面提到了，他显示了陈抟虽然隐居山林，但不是那种冷漠无情的人。他还是关心时局，关心战争给君主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对，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人心，甚至带点儒家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里面。闷听笙歌聒醉人，这句呢？这句表达了他对世俗那种喧嚣、那种虚假的歌舞宴饮的热闹是排斥的。他听着就烦。对，他习惯了山里面的宁静和真实，觉得那些东西特别吵闹，让人心烦意乱，得不到真正的清静。所以这4句合起来，就是他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和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可以这么说，他看透了权力、财富、失足喧嚣背后的那种虚无和烦恼，转而去追求内心的宁静和一种更本真的生活。最后2句写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了。这就是他心之所向的一个总结，抛开那些尘世的纷扰，那里有野花有鸟叫。对，那才是他心中真正的春天，代表着自由、宁静和他内心的那种安宁和满足。那么综合来看，陈抟这个人的思想底色到底是更偏向道家呢，还是儒家，或者说怎么定义他？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身上道家的印记非常明显，这是肯定的。比如他推崇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这个体现在他的隐居生活、他的嗜睡、他拒绝出世这些选择上，都是非常典型的道家思想体现。但你说他完全是道家吧，好像也不全是。对，他身上又有儒家的影子，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愁闻见己》里面体现出的那种忧患意识和仁爱之心。还有他重视读书修身。对，他不是光睡倒，他还研究易经，也是符合儒家格物致知、修身的传统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融合体，用道家的方式去生活，但同时又保留了儒家那种对社会、对人世的温度和关怀。我觉得这么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他不是那种完全出世、对世事漠不关心的纯粹道家隐士，也不是那种积极于功名、积极入世的典型儒家士大夫。正是这种融合，让他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也更加独特。对，也让他更贴近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和向往的境界，不是那么高高在上。那我们如果再往深一层看，从哲学的角度，比如说把它跟庄子或者跟佛学比，陈抟的境界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呢？我看到有观点说，如果按照庄子的标准来看，他可能还尚未得道。庄子追求的是什么？是那种绝对的逍遥，要彻底摆脱外在事物的束缚和内心的依赖挂碍，无待无所依赖。对，无待的境界。那我们看陈抟呢？他的清静，他的自由，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赖华山这样一个特定的隐居环境。需要一个物理空间。对，而且他内心，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他还有忧乐的牵绊，他会为天下担忧，会为和平高兴。这些情感虽然很可贵，但在庄子看来，还是有所待。没错，还是有所依赖，有所挂碍。所以从庄子追求的那个无待逍遥的最高标准来看，陈抟确实还有为数。就是说，还没达到最彻底的那个境界，所以说他尚未得道，在这个意义上是有道理的。那跟佛学比呢，有什么说法？也有研究者用佛学的概念来分析，他们会认为陈抟的境界可能更多的还在佛学所说的俗谛的层面。俗谛，世俗真理。对，就是世俗层面的真理和境界，因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心境还是会受到世事变化的影响。他追求的清静也比较依赖于外在环境的安宁。
而佛学追求的是超越世俗的那个真谛，是一种怎么说呢？不依赖于外境，不执着于世间的好与坏，是一种更根本、更彻底的内心平静和智慧。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从庄子和佛学这种更高的哲学标准来看，陈抟确实还不是最顶尖的那个层次。可以这么说。等问题就来了，一个在哲学意义上可能尚未得到的隐士，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觉得他这么了不起，这么值得敬佩呢？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份所谓的不完美，才让他显得更真实，也更可贵。哦，怎么理解？你想啊，一个完全超脱、无情无欲、冷眼旁观世间一切的圣人，可能理论上境界很高，但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高不可攀，甚至有点缺乏人情味儿？有点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对，但陈抟不是这样，他既有隐士那种清高，那种对污浊现实的距离感，但他同时又有凡人的温度。他会愁，对，他会愁文见己，他会关心民生疾苦，他会为世道的好坏而牵动情绪。这份友情反而让他更贴近我们普通人，更有榜样的意义。在那个极端黑暗、人命如草芥的时代，能守住自己的善良，不作恶，不随波逐流，并且还能心怀一份悲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真的。确实，他提供了一个在乱世当中，人到底应该怎么样保持正直、保持自由，甚至保持温暖的一个范本。对，他向我们展示了，即使我们达不到那种绝对的、完美的哲学境界，人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尊严，守护好内心的那片宁静。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多面向的人物。是个传奇。道家尊崇的先辈，精通易经的大师，有点神秘色彩的睡仙，更是那个乱世中让人敬仰的隐士典范。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有他的追求，比如清净自由，但他也有他的牵挂，比如天下苍生，是一个很真实的个体。他拒绝帝王的征召，是为了坚守自己内心的选择。他写下那些隐逸的诗篇，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他跟权力巧妙地保持距离，是为了守护那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在那个可以说是无道的黑暗时代，陈抟就像一座精神上的灯塔。他告诉后来的人们，即使外在环境再恶劣，人也能够守护住内心的平静。即使没有权势富贵，也能活得有尊严、有自由。即使选择隐退避世，也依然可以心怀天下，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所以，人们怀念陈抟，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听起来很神奇的传说，更多的是因为他活成了许多人内心向往，但现实中很难做到的那个样子。就是不向世俗的压力妥协，不为了名利而放弃真正的自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还能保有一份简单，一份真诚，还有那份风骨。他所代表的那种隐士精神，其实不是完全消极避世那么简单。对，更像是在现实的夹缝中找到一种坚守本心的方式。他追求的那种自由，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自由。这个理解很有意思，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想留给你，也留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题了。好，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信息爆炸，热度快的让人喘不过气，各种压力也很大。那么陈抟对于内心宁静的追求，和他那种选择性参与事实的坚守，对我们现代人还有没有启发呢？这确实值得思考。身处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或者说去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华山呢？对，那份能让我们安顿身心、保持内心平静和定力的华山，这或许就是这位跨越千年的智者留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跨越时空的思考题吧。